这婚先别结了。大嫂，喜字都贴上了，怎么突然不结了？喜字是小何贴的，姜物是你端的，嘴也是你动的。你准备被成亲，还是准备被站旁边验收全家？我这不是怕他贴歪吗？怕贴歪，你倒是伸手。娘，婚还没停稳，二叔先贴稳了。挺好，别人结婚喜字贴墙，你结婚先把自己贴成证据。郭，娘替你问；木贵，你大哥替你找木料；酒席，小梅替你算；红布，田巧云自己买。整场婚事，除了吃席时准备张嘴，还有哪一样是你自己办的？我也搬碗劈柴了。你现在是会干活，可一到要拿主意，你就看娘，看大哥，看我。我不怕跟他吃苦，我怕以后什么都要我替他想。建军现在真改了，他一犯难你就替他说，你不是帮他，是给他的脑子续假。那我怎么办？婚礼还5天，这5天只办3件事儿：1口锅，1座小灶，1本婚后账。就3件？嫌少可以加。二叔要是没通过呢？拿去煲糖。所以你快点长脑子。这东西5天能长出来吗？别人从小长，你临成亲才想催熟，能不能熟，看你别再拿脑子当摆设。32元8角。新锅11元，还要锅票。锅买完，酒席和柜子怎么办？镇上废品收购站有口缺边锅，锅底没漏，铁匠铺能修。消息给他，讲价修补搬回来，他自己办。这口锅多少钱？3元8减，缺边不漏。铁匠铺补锅沿还要4角，3块5角行不行？3块7毛，不能再少。成交。嫌沉？沉。新锅11元的时候你嫌贵，旧锅3元7角的时候你嫌沉。你这日子过得挺公平，钱和肩膀一个都不放过。成亲用破锅不好看。锅是做饭的，不是站院里选美。缺口朝墙，饭看不见出口就不会逃跑。饭真有腿，第一个也该从你奶奶碗里跑。怎么又扯我？办法没用，6岁的诚意挺足。你二叔这句也没用，求生欲倒是挺弱。试试。我嫁过来以后还得踩凳子炒菜。我再削低一点。陆家军，你成亲是准备先把亲娘熏走，给媳妇腾房？奶奶别怕，二叔不是坏，是造比脑子先开窍。我算错方向了。别人搭灶做饭，你搭灶报仇。娘以前偏心你，你现在拿烟还她，报应挺讲究。准备怎么改？烟囱挪到东墙，再加高半截。谁改？我。多久？今天。可以骂，不能替。你再把烟送进我屋，我就把你小时候尿炕的事写在喜字背面。娘，这跟烟囱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威力够。这项过了。灶不熏亲娘是基本要求，不算你替村里解决了天灾。可二叔解决了奶奶屋里的云。那不是云，那是我差点提前升天。明天看见账本就知道他们还省了多少。3桌酒席24元，喜糖2元4角，锅和修补4元2角。钱看着不少，怎么写完就没了？因为你以前只看钱在兜里，不看日子怎么花。油盐豆腐菜和柴火17元，登记红纸和零碎用品2元多，只剩10几元。钱是不是也要成亲？写着写着就搬出去了。钱没被谁偷，是日子一口一口把它吃掉了。家用1本账，个人零用另计，超过1元互相说一声。我同意。喜字可以贴回去了。先别贴，田家临时加条件了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明天别想把人接走。1辆新自行车，20元压箱钱，20斤细粮，2条新毛巾，2包好烟。之前说好的不是这些。二叔娶一个2婶，为什么单子看着像还要娶一辆自行车？
因为有人觉得新郎不值钱，想拿自行车给他垫垫身价。以前是以前，姑娘出嫁，娘家没脸，她在婆家腰杆也硬不起来。大姨，谁让您家的？我替你着想，腰杆靠临时涨价硬，那不叫腰杆，叫拿婚事当竹竿，谁出钱就往谁家歘。我们没要自行车，也没要20元。你凭什么替我女儿开条件？我替田家撑脸面。我的脸面不用拿陆家的债撑，这些东西我一条都不要。你现在向着婆家，以后有你后悔的。自行车我买不起，硬买只能借钱，我不拿欠条接媳妇儿。没自行车也敢娶？我有腿，巧云也有，我们走着过日子。这句话比自行车值钱。明天没有自行车，我就不让开门。事情办成后，谢媒人2元，跑腿定钱1元，已经付了。1元已经收了，那是跑腿钱。我让你别写在上面。一个拿田家的钱写条件，一个等着从陆家再拿2元。你们不是替新娘撑腰，是拿2家人的婚事给自己铺台阶。先把田家给你的那1元退回来。我跑了1天，腿是替你跑的，心是冲2元去的。别拿脚程梦冲好心。跑去替我们家没说过的条件，不算帮忙。原来怎么定，明天就怎么办。谁再临时加一条，谁自己掏钱履行。他找到主人了吗？找到了，废纸筐。不让我管账，明天门口照样有人要礼。5元开门钱，2包烟，每人2块糖。原先说好的只有糖和敬烟，成亲图热闹，这点钱都舍不得。大姨，门不是您家的，钱也不是您出的。哪家接亲不闹？闹可以，临时拿门当柜台不行。孩子每人2块糖，长辈照原先敬一烟。临时加的5元，谁开的口谁自己给。周一说新郎会给，谁答应的找谁拿。那就按原来说的办。娘，门刚才是不是想挣钱？门没响，门后面的人响。那门挺冤，站着没动，差点背上5元欠账。脸上点点锅灰，图个热闹。再从矮桌旁绕一圈。到此为止。一点灰而已，都是闹着玩儿。人没伤着，是因为他躲开了。红布和糖真坏了，钱也真没了。唱歌说吉利话分糖可以，拿东西往人眼前凑，挡路起哄，不叫热闹，叫不顾分寸。红布花6角，喜糖6角，你们1人赔6角。就撒了一点灰，东西是你们弄坏的，不是喜事自己弄坏的。是你叫他们这么闹的。今天不许再插手仪式，也不做主桌。眼睛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糖还没进嘴，先替我受了一难。红布替你挡灰，喜糖替你挡灾。你今天这个新郎主要负责站着欠人情。我回去把糖供起来。先赔人家的，再供你的。还有心说笑，说明人没事儿。下一样东西可未必这么好运。巧云的嫁妆箱打不开，钥匙不见了。巧云的嫁妆箱打不开，钥匙不见了。钥匙明明放在红布包里。想拿钥匙也行，让陆林君再添10元压箱里。钥匙在您手里，老规矩。娘，他的老规矩怎么每一条后面都跟着钱？因为他的规矩不是长在祖宗牌位上，是长在钱袋口上。原先说好的礼都在，多的没有。那箱子先留田家。箱子里装着衣服鞋，还有我母亲留给我的旧银耳环。箱子谁做的？我。有备用钥匙吗？大姨，您不是替我撑腰，您是拿我的东西逼别人给您面子。从今天起，你不能再管巧云的嫁妆、回门礼和送亲账。今天的送亲席也没有你的位置。
我这么多年白疼他了，疼我，不该拿我的箱子锁我。耳环还在。今天锁的是箱子，以后要守住的是自己的日子。要不我去借辆自行车，走回去，怕村里人笑你。婚礼前夜你说不拿欠条接媳妇儿，今天一听到闲话，腿就又想借给别人。我自己愿意走。那就走，谁笑让他先把自己的欠条拿出来晒晒。箱子归你，钥匙也归你。今天谁在伸手，先问主人。新郎连辆车都没有，人家2条腿走自己的路，碍着你家车轱辘了。我就说句热闹话，热闹话也挑不关钱的说。即便没有车，那也不能走路啊，可以背着新娘走不是？你腰前几天还疼，今天不能丢脸。背不动摔了，脸和腰一起丢。2个人都有腿，就别拿一个人的腰演恩爱。一起走。小叔怎么和我爹一样老腰疼？你小叔是干活累的，你爹是床塌多了摔的。儿子娶媳妇儿是喜事儿，你哭得像终于把家里最难卖的寸货送出去了。婶子放心，货我清收了，不退。二婶儿，二婶今天最好看，二叔今天最像借来的。衣服本来就是借的。人别跟衣服一样，穿1天就还回去。我不还。二婶要是想退呢？先修，实在修不好，再问你娘。我怎么刚进门就成旧锅了？刘婶，2斤鸡蛋。记上了。鸡蛋写斤数，礼钱写金额，借来的桌凳单独列，别把别人借1天的东西记成你们收1辈子的礼。这个也记礼？你自己的东西明确送给他们，记母亲赠，别过2个月又说家里红糖少了。我现在送个糖都得留下证据。你前3季交的学费，总得换点文化。这场婚礼最稀奇的不是陆建军成亲，是3桌酒席没长成6桌。1、2、3，还好，桌子没有趁大家吃饭偷偷生孩子。今天只是成亲，不是凭劳模。婚后继续学。怎么还有？喜字贴上叫开头，日子过明白才叫正片儿。大姨，主桌没坐上，准备改看箱子。我看看巧云带来的东西齐不齐。东西齐不齐，主人自己会数。你的眼睛今天已经替他操心太多次了。自行车定金还差多少？8元，差就差吧，我以后再攒。8元银耳环，这只手怕是还没真正收回去。你煮的是饭还是砖？我说水过1个指节，你放的是指甲盖。米进锅参观1圈，没煮熟。第1顿就做坏了。坏了不是把锅盖盖回去装没看见，先把能吃的盛出来，再想剩下的怎么补救。熬成粥还能吃。这2块归你。糊锅你刮，浪费的柴从你的柴分里扣2斤。做顿饭也有实际损失。你糊的是粮，不是台词儿。二叔的饭一半想熟，一半还想回地里。
别拦他，地里要是肯收，省得咱们刮锅。大嫂，我第一次做饭，你多少给点鼓励。我鼓励你第2次记得放水，别挡灶口，笑话能听，火不能靠。巧云，你娘昨天搬坛子扭了手腕，老韩说不严重，让买1盒贴加膏，再带1小瓶红花油。要多少钱？差不多1元8角。镇上药柜今天下午到货，晚了就得等2天。中同急用，从共同账出。买完把药名、价钱写上，不用为了证明独立，把自己亲娘的手腕熬成老伤。吃完饭我去镇上。你敲什么？提醒你，这里已经不是你想进就进、想翻就翻的屋。我替巧花收拾，他让你收拾了吗？一家人还问这么细细，就是一家人才不能拿亲近当钥匙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走行了吧？婶子，您动过我的箱子，娘替你收拾了，钱袋放上面方便。以后进屋先敲门，箱子也别替我收。我又没拿你东西，没人说你偷，他说的是边界，没问就动，好心也会长脚踩进别人屋里。巧云，娘能进吗？能。奶奶出去一趟，回来就有礼貌了。我出去补课了。这课不用交学费，再犯一次，直接交箱子主人的脸色。大嫂，家里还用贴这个？有人记性靠脑子，有人记性得靠墙。跌打膏和红花油1元8角，明天下午去买。明早你顺手把水挑了。谁答应今天挑水？我太累。我编了1天草莲也不轻。怎么没水？你不是问我能不能帮，是直接把活塞给我。娘，退回去。没水怎么做饭？晚点吃，让他们先把话说清。1只桶是谁答应的？1只桶是谁被临时塞的？你们今天不把话说明白，水挑回来也会馊。你真累，可以说能不能换一次，不是一句你顺手。是我说的不对，今天水我挑，下次你忙，我也能换。这叫商量。说完就做，别把认错也留给别人验收。水还没进缸，话先装满了。他怎么什么都能听出道理？因为他6岁只管听，你20多岁还忙着给自己找借口。夫妻说话，小孩听一半就行，另一半写字去。我娘昨晚摔了一跤，要钱真不够，2元，月底还你。急用钱可以开口，可借谁的钱得先问钱的另一个主人。我只问建军。那你借他的个人钱，共同钱，少一个人点头都不算数。少了2元。钱是不是跟二叔学会了不打招呼就往外跑？先别给钱定罪，钱没腿，有腿的人自己站出来。先别问谁拿，把昨天到今天的开支一笔递对。账没写，钱长腿了。借给马强了。什么时候？昨天。为什么不说？
怕你不同意。昨天我当着你的面说，共同钱要2个人点头，你不是没听见，是听得太明白，知道乔恩可能不同意，所以先把钱送出去，再回来装无辜。我娘的药正好差这2元。我不知道你今天就买，只压在账本上，你拿钱时根本没看。现在不是继续吵的时候，药柜快关门，先去镇上。同志，贴打膏和红花油还有吗？最后1盒刚卖完，下一批后天到。看见没有？你借出去的是2元，耽误的是2天。钱不多，毛病挺大。今天赶满2元，明天就赶满20。等家底满没了，再回来问媳妇儿，你怎么不理解我？那叫脸皮越过越厚。是我的错。马强家也有急事儿，2家都有急事儿，所以更应该先说。不是谁先伸手，谁就能拿走共同的钱。以后超过1元先说，真急来不及，回来当天补记。马强月底不还，我自己补。这条是规矩。这空袋子你收好，以后再想先斩后奏，就拿出来看看。二叔要挂脖子上吗？不用，挂脑门上太丢人，加账本里正合适。规矩写墙上，后果记心里。记不住我就写你鞋底上，让你天天踩着自己的教训走路。要钱还没缓过来，2元再等几天。你娘摔伤是真的，借钱也不是骗，可还不上就该提前来说，不是等人上门问。是我估错了。帮人没错，可你俩一个借钱靠估，一个出钱靠瞒，凑一起把2元钱过成了一出大戏。你还不上，提前说；你要借，提前问。你俩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事情没办明白以前，嘴都特别有把握。5角、5角、2角，1元2角。怎么舍不得？本来想攒着买双新鞋，脚疼几天能忍，媳妇儿心凉了，可没鞋底给你垫。你干什么去？还差8角，我去集市把柴卖了。记住，是你自己卖，不许回头跟巧云算家庭贡献。知道了。2捆6角，不行，我批了一下午8角，7角。那我再等等。哎，行，8角就8角。正好2元。同志，贴打膏还有吗？刚到的新货，最后2盒。给我1盒。钱补回来了，药我今天重新跑镇上买的，来回半天，不算你欠我的。你不生气？生气，但人情是我借的，规矩是我破的，不能让你替我承担。新鞋我出一点，别掏。今天谁都不许替他把教训打折。鞋开线还能补，脑子开线最怕别人天天替他缝。你现在替他出钱，他下一次就敢把我媳妇儿会斗底当祖传本事。瞒一句话，不止赔钱，还耽误别人2天。鞋脱下来。不用，明天还能穿。你再动，针扎你脚上，别怪我。二婶是在补鞋，还是补二叔的脑子？鞋能缝，脑子只能让他自己长。1元以上共同商量，急用当天补记，借款写还期，到期不能还，提前说明。强又长字了。再贴下去，咱家强要比我有文化了。强现在确实比你可靠，他不会偷拿2元，也不会被人一开口就热血上上。耳环呢？先别动，
先把最后看到耳环的时间说清楚。巧云最后一次摸到耳环是什么时候？婚礼当天清点过，后来大姨来串过一次门，在西屋单独待过。谁还能证明婚礼当天耳环在？我和桂芬都看见了。耳钩上的铜补口呢？左边那只补了半截铜。直接去找周秀英。没证据先上门，他能哭得比丢耳环的人还冤。先查东西去哪儿，再查手从哪儿伸出来。亲戚2个字不是免查证，要是一沾亲带故就自动无罪。村里以后别锁门了，门口直接写亲戚自取。锁没撬，窗没动，能碰到箱子的都是被当成自家人的人。会不会是我上次收拾时？娘，你先别抢嫌疑人的头牌座，别人还没排队，你自己先举手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家嫌疑人也讲先来后到。我这不是怕说不清吗？你动过箱子，所以你也要把时间说清。但没证据，谁都不先扣帽子。我也去。大人的东西丢了，大人自己查。你帮奶奶看鸡蛋。师傅，最近有人卖过这种旧银耳环吗？左边耳钩补过铜。没见过。最近有人卖过这样的旧银吗？左耳钩补铜，重量大约1对。等等，昨天真有人卖了1对，卖的人还问8元够不够交自行车定金。登记本拿出来，名字、重量、时间一样都别省。1对旧弦耳环，1只耳钩补铜，收银人周秀英按重量给了8元。你这里收旧银，还顺便收亲戚的良心？良心不按重量，我可不敢收。那就好，他这份要真按重量卖，估计还得倒贴秤钱。耳环还在吗？还没熔，清洗和过秤收5角工钱，8元5角可以原样买回。耳环先别动，我们带卖东西的人来当面买回，省得他回头说银匠铺换了货。婚礼当天耳环在箱里，你后来单独进过西屋。第2天银匠铺登记你卖了同样补铜的耳环，8元正好进了自行车定金。我就是借几天。您问过我吗？你表定自行车差8元，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是有事先开口，不是看见外甥女的箱子就把自己当钥匙。你儿子缺8元买自行车，你就把巧云他娘留的耳环按斤卖。照你这过法，哪天你家缺口锅，是不是准备把亲戚门板卸下来烧火？那是我娘留给我的。以后我买一对新的赔你。新的能按重量买，旧耳环上的心意拿什么称？你拿8元的时候倒痛快，现在赔1元就心疼。合着别人的东西在你手里是废品，轮到你的钱1分1厘突然都有感情了。我不知道钱是卖巧云耳环来的，自行车不要了，先把耳环买回来。定钱要扣1元。偷拿时没问主人，赔钱时倒开始替自己心疼。你自己退，你娘自己补损失，谁拿的钱，谁去把路倒着走回来。我现在就去，这事是我妈不对，不能让巧云姐吃亏。这车不要了，把8元退我。票上写的清楚，退定金扣1元。我一天车都没骑，凭什么扣1元？你拿别人耳环的时候也没问凭什么。退7元。别看了，那1元就是你伸手太快的学费。原来收了8元，清洗过秤5角，一共8元5角。今天这5角不是耳环贵，是你的手贵。补口对，重量对，还是原来那1对。自行车定金扣的1元，银匠铺5角工钱都由您自己承担。我已经赔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赔钱只是把耳环买回来，不是把你的人品顺便洗白。东西能赎，信任不能拿票据当天取。
以后这扇亲戚门开多大，开多久，得听被你伤过的人，不听你嗓门。以后您来我家，可以吃饭，可以串门，不能进我屋，不能碰我的箱子，也不能替我接收东西。你这是防贼！是您先拿亲戚当钥匙。以后你不再替田家保管东西，不带收礼，也不替巧云传话。我白疼他了！你老说疼他，别人家疼孩子是给东西，你疼孩子是从孩子箱子里拿东西。疼要是不用问主人，强盗都不用蒙脸了，进门先喊一声大姨就行。今天不靠谁嘴大，卖了多少，亏了多少，谁伸的手，全在纸上。再喊一家人，纸也不会替你改名。以后你娘家真有困难，咱们商量着帮，但谁都不能先拿你的东西。这句话你自己想的？我鞋都赔过了，脑子多少也得值点钱。有进步，别一夸又把脑子存回家。放心，我回去先查他脑子有没有跟鞋一起开线。我在这个家连脑子都得补丁罗补丁。周秀英说明天还要在回门饭桌上讲女儿该贴补娘家。明天你先说，我坐旁边，只在有人装听不懂时开口。你们刚成家，日子还长。嫁出去的女儿连娘家都不舍得贴补，你表弟的自行车没买成，你就一点不觉得亏欠？看我干什么？你的娘家话你自己说。自行车没买成，是因为定金用了不该用的钱，不是因为我欠他。我还不是为了田家，真有困难，我娘会开口，您不用替他穷，也不用拿我的东西替您儿子付。我们能帮多帮，帮多少我和巧云商量，不是谁在饭桌上喊得响，谁就能从我家拿钱。你把他们教的六亲不认。他们认亲，所以带了红糖和点心。他们不认提款瓢，所以没把家底到你桌上。女儿是亲戚，不是钱庄；女婿是亲戚，也不是你儿子的自行车配件库。真困难就开口商量，别拿娘家2个字当麻袋往女儿中装东西。你们今天说的对，以后真有困难，我亲自开口，不让别人替我穷。这句话留着，以后谁再借你的名义伸手，先问你本人。娘今天去回门，是不是又扫了一遍地？我只带了扫把，人家小两口自己扫的。那你回来怎么还这么累？因为有些人的歪理跟耗子似的，白天撵走，晚上又从桌底钻回来。那你不得天天扫？没办法，谁让咱家亲戚里有几个特别爱给我创造就业。陆小荷家长在吗？班里丢了一支钢笔，有家长说最后留在教室的是小何。小何先别哭，老师，把谁说了什么，什么时候丢的，从头讲清。昨天最后留在教室的是他。我没拿，书包里只有本子和作业。作业倒是天天想逃，我没让他成功。紧张可以，先别拿作业顶罪。他最后碰过讲桌，先问他最合理。昨天擦完黑板，碰过讲桌吗？碰过，拿抹布时碰到一摞本子。看见钢笔了吗？没有。可以查，但不能只盯一个孩子。谁进过教室，谁碰过讲台，都一样问。查书包也要老师在场，孩子自己打开。他是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留教室就等于偷东西。那最后一个离灶房的人是不是还得负责锅里少的那口饭？怀疑可以，证据拿来，别拿顺序当证据。照你这个算法，最后一个回家的人连月亮都得算他偷的。这里为什么有蓝墨水？有张借书条。昨天拿过这里的本子。拿过，钢笔掉地上了，笔帽裂了，我怕您批评，就夹进自己的课本里。
笔找到了，现在该把刚才那张跑得比证据还快的嘴叫回来。他跑远了吗？不远，就在门口站着，就是回头有点费劲。误会，算了吧。你刚才说他可能偷了的时候，声音大的半个走廊都听见。现在真相出来，准备拿一句误会小声塞回去。泼脏水用盆，收回来不能拿针管，怎么说出去的就怎么当众说回来，应该当众说明。请。钢笔不是陆小荷拿的，我没证据就说他是我错。他的话这句收一半了。咱们要的是他把错话收回去，不是把他脸皮刮下来当黑板擦。那剩下一半呢？留着，下次谁没证据乱开口，你再拿出来用。对不起，我怕挨骂，就没说，笔名我赔。你连续1个月负责整理讲桌，把东西放回原位，也把胆子练回来。以后害怕可以先说，不能让别人替你背。娘，是不是嘴厉害的人更容易被说成坏孩子？有人会拿你的脾气当证据，所以你更要记住，嘴可以利，做事必须正。别人真冤你，就用证据让他把话收回去。今天有人说我偷钢笔，他的嘴比证据跑得快。事实没错，但作文不是给别人挂牌子。老师说要写怎么查清，那我怎么写？今天有人没有查清就怀疑我，后来老师让碰过讲桌的孩子都说明情况，我们顺着蓝油水找到借书挑，钢笔也找到了，他当着大家向我道歉。我知道了，别人误会我时可以难过，但要先把事情查清。这版更好。为什么？第一版只让人记住你嘴快，第二版才让人知道你不是靠骂赢，是靠证据站住。毒蛇可以当刀，但刀得砍歪理，不能见人就挥。要不你不是像我，你是像一把没刀鞘的菜刀，谁路过都怕。温柔的人也能有牙。娘，我已经掉了一颗。我说的不是这口牙啊。那你早说，我差点白数。牙少了一颗，话还一颗没少。作文先收好。陆父借我25元，3年不还，以西屋抵债。现在西屋归我。这张纸这么黄，是不是病了？纸没病，病的是有人10几年没舍得治好的贪心。那要吃药吗？不用，他这病见钱起意，见证据就退烧。欠条没查清以前，房门不开，屋里东西也不动。白纸黑字还查什么？借钱是真的吗？当年去世借过。还了吗？我记得还过，可收掉找不到了。没收据就是没还。借过不等于没还，欠条在你手里，也不等于你拿张黄纸就能当房契。照你这说法，我拿张你小时候欠糖的纸，是不是还能把你家糖罐端走？第一，借款时间；第二，当时在场的人；第三，陆家后来有没有卖粮卖猪或一次性拿过大钱？10几年了，谁记得？你敢拿10几年前的纸来抢今天的房，就别怕10几年前的人从记忆里爬出来打你的脸。老账最怕2样东西，证人还活着，记账人的字儿还没烂。别一窝蜂乱翻。娘找梁刚，陆建国查老柜，陆进军翻修房工具箱，谁找到纸先别念，放桌上一起看。找张收条还要分筐？不分，等会儿鸡毛、鞋样和欠条混一桌，你先拿鞋样去证明咱家含过钱。那鸡毛能证明什么？证明你奶奶这些年什么都舍不得扔。我那叫会过日子。对，会过到连证据都得从梁缸底下考古。这个筐是不是专门装奶奶以前舍不得扔的东西？你娘以前的旧鞋底也在里面。先查账，别让杂物筐开家庭批评会。开始找。这里全是陈粮袋，哪有什么收条？这边只有旧票据和针线包。我这边更干净，除了钉子，连耗子都不愿意住。小何只负责把奶奶递出来的纸放筐，不许自己钻缸。奶奶在找25元吗？钱早没了，找收票。先别拆，看看封口有没有重新动过。
还陆德山现金15元，细粮30斤折10元2清。陆家军，去把陆德山找来。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写的？所以不靠我们自己认。当时谁在场？老韩，还有后来搬去东河村的刘木匠。刚才还说没人记得，听见刘木匠3个字，你喉咙先开始上班了。我口渴。喝，今天水管够，谎话省着点，等会儿证人来了容易噎着。老陆生病那年借过25元，我记得后来还过一次钱，但具体多少，我不能凭印象乱说。听见没有？他也记不清。别急着拿半句话开席，老韩只说记不清数，又没说没还。你这耳朵挺会挑食，专吃对自己有利的那半句。你只说确定的。咱们查账，不请活神仙，也不收临时编剧。确定卖过猪，也确定我来过陆家称粮。谁找我？我从东河村一路赶来的。先坐，水在这儿。不是让你来帮谁说话，是让你认自己的字。像我写的，可10几年了，我不敢一口咬死，得和以前的字比一比。别看内容，先看同一个人的习惯。这个梁字，这个清字，还有数字10的横笔。这个梁字最后一笔总往上挑，是我的写法。老韩，现金15元，细粮30斤，哪个细节能让你想起来？就是那天，陆家卖猪先还15元，剩下10元用30斤细粮顶。我还说那年粮价高，30斤刚好。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，就看你的嘴怎么说了。我后来找到欠条，忘了撕，忘了10几年，西屋一修好，你的记性突然过年了。以前这欠条躺你箱底不吭声，现在看见新屋子就自己长嘴了。我看不是纸想起来，是你眼红想起来了。这不是你拿一张旧纸，我们拿一张新嘴站这儿比谁喊得响。钱对得上，粮对得上，字迹对得上，手印对得上，证人也对得上。现在就差你这张脸，看看能不能跟不要脸3个字对得上。你不是来要旧债，是想拿真欠条吃第2遍。大花都查清楚了，明天当众处理，把欠条和旧账都带上。陆父借25元，双方都认。第2年卖猪还现金15元，老韩在场，30斤细粮折10元。刘木匠写账，陆德山按手印，账页写2清。我后来找到旧欠条，没撕。不是没撕，是西屋修好以后，你拿它上门要房。债务早已结清，明知有还款事实，仍重复索债，赔刘家将来回路费3元，并当众说明西屋与自己无关。自己撕。怎么？刚才要房的时候手挺快，现在撕纸舍不得了？3元后公路费，还要赔？人家从东河村跑来，不是来看你表演记性恢复的。差5角。刚才你要的是一间西屋，现在5角都凑不齐。我这趟总算没白跑，我又没真拿到房。一张欠条想吃2顿，比陆仙军第1季还贪。队长，处理他的账，怎么还翻我的旧账？因为你的旧账有教育意义，属于全村免费教材，想翻随时翻。我这辈子是跟旧账过不去了。表现好可以出新版。至于你，房没拿到，是门被我们2门挡住了，不是你的手没伸。小偷没偷成，也不能申请诚实未遂。都催成这样了，这次房守住了，下一次纸烂了呢？我现在抄。
抄几份？2份，1份家里留，1份村里留。原件呢？包起来。这回脑子没存家里。我今天带着呢。刘叔、韩叔，麻烦你们再看一遍，数字对不对，话对不对？15元现金，30斤细粮，折10元。对，我也认。今天我只检查，不替你收尾。房是我和巧玉住，总不能每次有人敲门都等你出来。这才对，我是你大嫂，不是你们全家的售后服务。谁自己的房谁守，谁自己的账谁记。以后再把烂摊子往我门口一放，我先给你们开个懒人寄存处。娘，你刚说自己是主角啦？我没说。可你这句话很像。大嫂不承认也没用，她一开口，咱家连锅盖都自动进入主线。锅盖没进主线，是怕你再把饭煮成半熟亲戚。这事儿还能翻多久？翻到你下一锅饭熟为止。那估计还得翻几集。陆家有信。谁的？东河村寄来的，收信人陆小梅。给我！姑娘，信又不会跑。这回没有半熟亲戚。我现在真会过日子了。今天只是饭熟，不是整个人都熟。巧云，娘能进吗？进来吧。我现在进门都有手续。不是手续，是尊重。别学会敲门，又忘了为什么敲。你的房，你的账，你自己保管。我二叔学会自己办婚事，婚礼有人临时加彩礼，也有人拿门收钱。我二婶没有让别人拿她的婚事做买卖。成亲以后，他们吵过水，吵过钱，也学会自己商量。奶奶以前爱替别人做主，现在进门先敲门。我被冤枉偷钢笔时，娘让所有人把证据摆出来。西屋差点被旧欠条抢走，娘又带着大家把10几年前的账翻明白。娘，第4季到底是谁的主线？你二叔成亲是一段事儿，你二婶守嫁妆是一段事儿，你被冤枉是一段事儿，旧欠条抢房又是一段事儿。那娘呢？我不是替他们把每段日子过完，我是看见坑先把坑指出来，看见账先让证据上桌，谁犯错就让谁自己填。所以每件事都有你，但最后承担的人还是我们自己。要不是你盯着，我有时候连错在哪儿都不知道。我现在知道错在哪儿了。你先别抢优秀学员，今天饭熟只能证明锅终于没再跟你同流合污。我现在在家里连锅都不如。锅至少有个底，你以前办事儿底儿都没有。那娘不是院里的扫帚，娘是扫帚、尺子、账本，还有门栓。你娘一个人占4样，不累吗？所以你们以后少闯祸。这句说对了，以后谁的日子谁负责，谁犯错谁付代价。自家人犯糊涂，我骂醒；外人拿歪理欺负人，我骂回去。真碰上不要脸的，拿账本儿。对，嘴治轻症，账本治重症，实在治不好，就让赵队长收院。那我今天站得很稳。先别急着毕业，6岁还得有人接着。对，大人要学会自己站，小孩可以放心长大。第4季的饭还没吃完，谁也别提前偷看第5季。我敲个门，能不能剧透一下？那不行，大家还没和我说想看什么呢。那还用问？肯定是想看我偷吃东西。